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理查老师，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， 还有脸书，还有 Instagram，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。今天是2025年的4月1号，今天是4月的第一天，今天也是愚人节，大家有没有恶作剧呢？有没有捉弄你的同事或你的同学呢？有时候恶作剧不太好，捉弄别人也不太好，所以也有可能是你被其他的同学或同事捉弄。那今天是愚人节啊，希望大家当一个聪明一点的人啊。好，那么今天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，今天要聊的故事是友情啊。好，那欢迎大家，我们现在就来说故事吧。好，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是友情。有人有听过另外一个词汇叫友谊，在台湾我们念友谊，在大陆念友谊。所以发音不太一样啊，台湾念友谊，在大陆念友谊。好，其实都是这个字的意思啊。老师打给你们看这个词汇。好，那我们也可以说友情啊，友情跟这个英文的 friendship 的意思是一样的，友谊或友情，它的意思是一样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故事，跟两个好朋友有关系。好，小美和小丽是同学，也是好朋友，他们每天一起上学，一起玩耍。好，那各位同学，你有没有好朋友呢？可能你在读书的时候，国小、初中、高中，你可能会有一些很好的朋友，在中文还有另外一个词汇叫要好，你可能会有一些很要好的朋友。好，要好表示你跟这个人感情非常的亲密，非常好，他是你的好朋友。好，你在学习或者是工作的时候，有没有要好的同事？有没有要好的朋友呢？好，那小美和小丽他们是好朋友，他们每天一起上学，一起玩耍。好，玩耍这个词汇呢，其实就是玩的意思啊，不过它本身可以当动词，也可以当名词。玩耍如果当动词的话，后面是不加宾语的啊，玩耍通常单独使用啊。闺蜜，对，闺蜜也是这个很要好的朋友，对不对？ Jenny 有一个好朋友，她生病的时候，只有这个好朋友对她最好，会照顾 Jenny 啊。好，那希望大家都有好朋友，有知心的朋友，中文也可以说知心的朋友，知心的朋友。好，那 Tracy 说他们是哥们，不可以说哥们，因为他们是女生，女生一般我们都说闺蜜就可以了，哥们是用在男生跟男生之间的好友，我们可以说哥们。好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这个看对方是男生还是女生，都是女生我们叫闺蜜，都是男生我们叫哥们。好的，那小美很喜欢画画，她画的小狗、小猫特别可爱，同学们都夸她。好，那小美啊，很喜欢画画，你喜欢画画吗？理查老师不太会画画，但是小美很喜欢画画，而且她画得很棒，她画得很好，特别是她画的小狗、小猫，特别就是非常非常特别可爱，同学们都夸她。如果有人夸你，那表示他赞美你赞美，表示他赞美你，说你的好话。所以如果理查老师中文教得很好，你们也可以夸理查老师，理查老师你中文上得真好，我们都很喜欢你的中文直播课，你们在夸我。好，
这个词汇很重要，请你们把它记起来。好，这个 Elena 说我很喜欢画画，很好哦，画画是一个非常好的爱好。那如果你夸一个人，其实你是赞美一个人，你说他的好话，然后你也很喜欢他，夸。那这个夸这个字是好的啊，夸，我们要多多去夸别人，对不对啊？去赞美别人啊。好，小美总是把自己的画贴在课本上，她觉得这样很有成就感。好，贴，什么叫贴呢？就是你会用胶水，用那个 glue 啊，用胶水弄在纸上，贴在另外一个东西上面，贴。好，所以贴一般来讲，我们会需要另外一种工具，这个工具叫做胶水，就是英文的 glue 啊，胶水啊。好，你们应该知道什么叫胶水，对不对？对，理查老师刚刚自己夸了自己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所以我们大陆有一句话叫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。在台湾我们说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，那个人不一样啊，但是它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。一般来说，我们这个贴东西一定要先用胶水涂在纸上面，再贴在另外的可能是书或其他的东西上面哦。好，胶水 glue， 好，没问题。哎，明博，哎，明博是不是我们才访问过你？大叔中文才访问过你，对不对？好的，那这个小美这样做的话，会觉得很有成就感。什么叫成就感？就是你做一件事情，你觉得很骄傲，你觉得很开心、很骄傲，成就感。所以，什么事情会让你有成就感呢？有些人觉得把中文学得很把中文学得很好，把中文说得很流利，你会有成就感。所以，成就感，做什么事情会让你有成就感呢？这个像理查老师觉得，我如果今天达到了我工作的目标，达成了我的目标，我会很有成就感。或者我今天运动，哇，我今天跑了10000步，哇，我今天很有成就感。当你达到你的目标的时候，你会有成就感。比如说，有些人希望可以说流利的中文，诶，他做到了，他说中文的时候会很有成就感啊。就是明博啊，就是你啊。好，我从来没有画过画，因为我是一个盲人。OK， 这是例句还是你真的是一个盲人啊？好，对，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，很好。好的，我们再往下看。有一天，小美发现课本上的画不见了。她一看，画全被小丽撕成碎片。啊？为什么呢？丢在地上。好，有一天，小美发现，因为小美喜欢把她的画贴在课本上，这样做她会很有成就感。但是小美发现课本上的画不见了，她一看，发现画全部被小丽撕。好，这个动作就是撕。这个动作一般我们会把纸撕成碎片 tear into pieces。 好，碎片就是纸是完整的，但是如果你把它撕成很小很小的部分，那个很小很小的部分我们叫做碎片 pieces， 碎片。好，碎片当然不只用在纸上面，有时候像玻璃glass 玻璃破了也会变成碎片好，所以玻璃破了也会变成碎片所以各位同学，这个玻璃，谁帮我打一下玻璃？好，玻璃，为什么我打不出来 ？OK， 好，玻璃打出来了好，玻璃破了
也会变成碎片。如果你把玻璃摔在地上，玻璃会破掉，会变成碎片，玻璃碎片。那还有什么东西会变成碎片呢？除了纸，你可以撕成碎片，玻璃丢到地上会碎成一片一片的，那个也叫碎片。还有碗，你吃饭的碗掉到地上，它也会变成碎片，对不对？眼镜，这种都是易碎的物品啊。这种易碎的物品掉到地上都会变成碎片，茶杯、碗、玻璃、眼镜、镜子，这些东西都是易碎的物品。易碎的物品，易碎的英文怎么说 ？fragile 是不是 ？fragile 易碎的物品，摔到地上之后都会变成碎片。纸当然不会，但是如果你用手撕纸的话，你可以把纸撕成碎片哦。好，容易碎，也可以说容易碎的物品，当然也听得懂。我们一般都说易碎的物品就可以了哦。好，易碎的物品，容易碎当然也可以了哦。易碎比较常听到，水杯，对，水杯哦。好，然后丢在地上，这个小丽为什么这么过分 ？Going too far， 为什么这么过分，做了这样的事情呢？好，我们来看看为什么。小美应该很生气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是小美，我一定很生气。小美问小丽：“你为什么撕我的画？”小丽说：“你画的太幼稚了。”小美听了觉得很难过。小丽为什么这样说我？她说我的画很幼稚。什么叫幼稚？就是很像小孩子，不成熟 ，childish， 不成熟的。很幼稚就是你的行为像孩子一样不成熟。那小丽觉得小美的画太幼稚了，好像孩子一样不成熟太幼稚了。好，所以我觉得小丽很过分，她不是一个好朋友，好朋友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她怎么可以把小美的画撕成碎片丢在地上呢？然后还说小美的画太幼稚了。我觉得小丽这样做是不对的事情啊。对 ，Mandarin 说的很好，小丽你才幼稚呢，你才幼稚呢。对，盆花花盆掉到地上也会变成碎片。好，这位同学说，我真的是一位盲人所以你没有画过画，对不对你没有画过画好 ，OK。第二天，小美打开书包，惊讶地发现那些画被粘好了。好，这个刚刚说贴贴是你用胶水在纸上涂一涂之后，贴在一个东西上面。粘的话，用的是可能比较小的部分比较小张的纸，我们是用粘的。贴我觉得可能贴的是比较大张的纸，粘可能是粘比较小张的纸好，所以呢，那些画本来是碎片，然后被粘好了。好，你们看这个照片就知道了这些碎掉的纸被粘回去了。好，中文你可以说恢复原状了恢复原状了，恢复原状恢复原状就是小丽本来把图都撕碎了，对不对？小丽本来把图都撕碎了。第二天，小美打开书包之后，惊讶地发现，哇，那些被撕碎的图被粘好了，旁边还有一张纸条。好，那纸条就是比较小张的纸，上面可以写一些信息好，然后纸条通常可以贴在冰箱上面啦，门上面好，对，恢复原状好，纸条上写着：对不起，小美，我撕了你的画，因为我
嫉妒你画的比我好。原来是小丽把那些画给贴好了，把那些画给贴好了，把那些画恢复原状了。那他还向小美道歉，他写了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着：对不起，小美，我撕了你的画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小丽嫉妒这边写的是嫉妒，也可以。我们一般说话会念嫉妒，你念嫉妒也可以嫉妒，因为我嫉妒你画的比我好，这个是 envy jealous 所以表示你做的比我好，我有一点不开心，这个就是嫉妒嫉妒。好的，贴跟粘有什么区别贴一般是纸吧，像春联，对不对？贴春联而且是比较大张的纸。粘的话，基本上第一个可能是比较小张的纸，第二个可能是我觉得粘不同材料的东西吧。我可能会粘比较小张的纸，我会用粘的比较小张的纸我会用粘的好，然后贴一般是用胶水，粘可能是用强力胶吧强力胶或者是树脂都有可能，基本上意思差不多啦。不过贴是比较常用的贴是比较常用的，一般我们说话会用贴比较常用。好的，嫉妒你画的比我好。好的 OK， 原来如此，所以小丽才把小美的画撕烂了。好，我们中文还可以说撕烂了，撕烂，这个也是个很口语的表达撕烂就是把它撕得很碎很碎，好，撕烂。所以有时候这个妈妈有时候会很生气的骂小孩子，小孩子乱说话，妈妈会说你再乱讲话，我就撕烂你的嘴。你们有时候看电视剧的时候会听到这个词汇，很有意思。如果你发现小孩子乱说话，妈妈很生气，就会说你再乱说话，我就撕烂你的嘴。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撕烂。好 OK， 好的，好 OK， 我们再往下看。小美跟小丽是好朋友嘛，所以小美原谅了。好，当你原谅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人做错事情了，你不在意了，你跟他说没关系。好，所以这个叫原谅，就是你不在意别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原谅了他 forgive。好，小美原谅了小丽，他们决定一起画画。好，他们决定要一起画画好 OK， 他们的画越来越漂亮，两个人一起画画，一起练习，他们画得越来越好。同学们也都很喜欢他们的友谊。好，在大陆念友谊在台湾念友谊，他们的友谊也变得更深了 deeper。 OK， 好，更就是 more， 深就是 deeper，他们的友谊也变得更深了，你也可以说他们的友谊也变得更好了，你用深或好都可以好的，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已经结束了。老师现在问你们几个问题。问题一，小丽为什么撕了小美的画？他们是好朋友啊，小丽跟小美是好朋友，他们的友情很深，他们的感情很好，他们两个是闺蜜。小丽为什么撕了好朋友小美的画呢？好，为什么？好，那这个我觉得好朋友之间偶尔也会吵架，对不对？或者你觉得他为什么表现得比我好，或者是他为什么有那么多男生喜欢，我好嫉妒我嫉妒他。OK， 好，小丽为什么撕了小美的画？好，因为小丽嫉妒小美，小美画的比她好，答对了。因为她嫉妒
好，这边宋平嫉妒不加了啊，一般来说嫉妒这个动词是不加了的啊，因为他嫉妒小美画的比他好，很好，因为小丽蛮嫉妒他，可以用蛮嫉妒他的，小丽好嫉妒他，可以好，这个他嫉妒小美，答对了啊，小丽画画没有小美好，小丽画画没有小美好 ，OK。很棒，你们都答对了啊！好，小丽撕了小美的画，因为小丽嫉妒小美画的比她好。好，我们看问题2，小美原谅小丽后发生了什么事？好，小美虽然做错了事情，她把小美的画撕成碎片，但是小美最后原谅了她。她原谅小丽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好。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他们不再是好朋友了吗？还是小美从此不再爱小丽了啊？好，他们开始一起画画，答对了。小美原谅小丽之后，他们开始一起画画，而且怎么样呢？你们还可以记得之后的剧情吗？他们开始一起画画，而且他们怎么样？有没有人还记得这个故事最后发生了什么事？对，林子说他们的友谊更深了，很好的句子。还有呢？刚刚故事里还说了什么？小美喜欢画画，而且她画得很好。小丽嫉妒小美啊，所以撕了小美的画。好，他们决定一起画画，很好。他们的画越来越漂亮，答对了。好，我们有几个句子哦，是刚刚故事里写的，最后的结局就是小丽和小美开始一起画画。第二个，他们的画越来越漂亮了。第三个，他们的友谊越来越深了啊。这是故事里告诉我们的3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他们决定一起画画。第二个，他们的画越来越漂亮，而且同学们都很喜欢。第三个，他们的友谊越来越深了。所以当我们在练习 HSK 听力的时候，一定要听故事里有哪些重点，有哪些细节，这样你才能够完整的回答出他的问题哦。好，很棒哦。好，我们看问题3，如果你是小美，你会原谅小丽吗？好，小丽做了什么错事呢？她把小美的画撕成碎片，丢在地上。如果你是小美，你可以你会原谅小丽吗？你可能觉得小丽做得太过分了，我没有办法原谅她。你可能也会跟小美一样，觉得我们是闺蜜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我原谅你。你会原谅小丽吗？好，秀珍说我会原谅小丽，因为她是我的好朋友。好，小丽后来当然有跟小美道歉，她她把小美的画贴好，把小美的画恢复原状，而且还写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说对不起小美，她的确也有道歉，但是你会原谅小丽吗？好，林子说当然不会原谅，我是蛇年出生的。跟蛇年出生有什么关系？表示我不会轻易的我们可以说我不会轻易的原谅别人。好，我不会 easily forgive other people， 我不会轻易的原谅别人。I won't easily forgive people。好的，慧君会原谅。宋平说我会原谅小丽，因为小丽知道了自己的缺点，就是嫉妒好，乔马觉得我会原谅小丽，我们是人嘛，所以我们都有缺点。很棒好，大家都会原谅小丽耶，只有林子不原谅小丽。好，蓝墨说如果我是小美，我会原谅小丽，
因为小丽也承认自己做错事情了。好，这位同学说我们是好朋友啊，所以我会原谅他。Jenny 会原谅小丽，因为她做错事情之后勇敢的跟我道歉，而且她也跟我说真心话。OK，truth，没有错哦。好，哇，那你们都很中文叫宽宏大量诶，你们都很宽宏大量哦。好，宽宏大量。什么叫宽宏大量呢？就是你很容易接受别人的道歉，别人做错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，你会原谅他，宽宏大量 generous hearted kind hearted。 好，宽宏大量，你们都是宽宏大量的人啊。我觉得我会原谅小丽，但是我不会马上原谅她，我可能会生气好几天，因为他做的事情太过分了，他把我画的画给撕烂了，撕成碎片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太过分了。当然，小丽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会原谅她，但是我不会轻易原谅她，我不会轻易原谅她，我会生气，可能1个星期我才会原谅她啊，我不会马上原谅她。如果我马上原谅小丽，小丽可能下次还会做一样的事情，所以我不会轻易的原谅小丽，我会生气1个礼拜，让她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，我不会马上原谅她哦。好，很好，我们要学会宽宏大量哦。好的，所以理查老师会原谅小丽，但是我不会马上原谅她，我要让她知道，其实我很生气，你不可以再这样做，不然我会很伤心的哦。好的，所以各位同学，这个宽宏大量是一件好事情，但是你也要让他知道，做一些事情是不对的，而且有些事情做得太过火，是会伤害彼此的友情的，伤害彼此的友谊的，所以你也不可以随便去做伤害感情的事情啊。对，如果太容易原谅他，我们中文说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马如果很善良，人会骑在上面，人如果太善良，别人会欺负你。马善被人骑，人善被人欺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谚语啊。所以大家可以再想一想，你要原谅一个人之前，你应该要让他彻底的知道他的确是做错了，而且他深深的伤了我的心。我会原谅你，但是我一定会生气，我要让你知道我很生气，我希望你下次不会再做一样的事情哦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原谅别人，但是不要太轻易的去原谅别人，有时候要适时的告诉对方，我不喜欢你这样做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你应该要知道我们之间是好朋友，你应该要好好的对待我哦。好的，功德无量就是你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说功德无量啊。比如说你捐钱给很穷很穷的人，我就可以说哇，兰墨做这件事情功德无量，你帮助了穷人啊。好 OK， 好，那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下这些问题，因为在你的生活中也会有家人，会有好朋友，他们可能做错了事情，你要怎么去原谅他，这是很重要的哦。不要让他觉得哎呀反正妈妈都会原谅我，哎呀反正爸爸都会原谅我，我下次再做一样的坏事有时候你太轻易的原谅别人好像也不太好，对不对好的，我们来练习一下今天的单词，每一个单词我念3遍，请你找一下对应的图片，
纸条，纸条，这里有好多纸条，对不对？纸条到底是哪一张图呢？好，自己找一下。纸条，丝，丝，丝，贴，贴，贴。好，嫉妒，嫉妒，嫉妒。有时候你会听到母语者念嫉妒，可以的哦。这个在口语中我们常常会念成嫉妒，正确的发音是嫉妒啊，正确的发音是嫉妒。但是你听到母语者会念嫉妒，其实都是一样的字啊。好，友谊，友谊在台湾念友谊，友谊，夸，夸，夸。好 ，OK， 那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希望大家思考一下，今天的故事有没有带给你一些启发，有没有让你有一些想法？好，我们星期四见，星期四是我们的 HSK 课程哦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课，请你在下面留言，要夸老师，多多的夸老师，老师才会开心。好，OK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